民一郎，因缘际会，习剑10年，先后打败念流、富田流、鹿岛神道流3大高手，再挑战柳生神言。战胜柳生神言，许其成为柳生一剑，亦是无敌于扶桑。为求剑术最高境界，无敌于天下，千里渡海而来，挑战中原各派高手。对不起，他们侮辱了你。你就是柳生一剑。咱们师兄，好剑法！你怎么知道我左右手剑气不一样？是苍松告诉我的。短时间能发现我武功的毛病，值得我佩服。但是知道并不等于能伤我。可是，在中原，你是第一个能比我出剑的人，也很值得我佩服。所以我不杀你。咱们师兄，中原没人再配做我的对手。我到哪儿去找对手？咱们师兄，苍松，不用难过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呢。是。我这有个锦囊，你交给华山掌门楚蟒，叫他一切依计行事。依计行事？是，只对付柳生一剑的计策。到时候你要协助他完成这件事。但是柳生一剑要离开中原。正因为这样，才不能让他离开中原。我要他死在中原。只有他死在中原，才能保住中原武林的声誉，同时还可以补偿我们武当这一败之辱。你为什么用这种眼光看我？因为苍松不知道这件事对掌门这么重要。
人毕竟是人，会有些事放不下。你也是放不下才到武当来的。我知道你一向光明磊落，无愧于心。可你将来要做的事，可能有违你做人的原则。苍松可否知道掌门师兄要怎么样对付柳生一剑？不择手段。我叫你失望了。也许你把我看得太好，也可以说我掩饰得太好。掌门师兄，你不怕我不依照你的话做吗？你不会的，你是个有大志的人，你要掌管武当，成为天下第一人，所以你不能放弃武当。就算再不愿意做的事，你一定会做。我们两个相得益彰，你可以达成愿望，我可以将武当强大。你说这样多好啊！我叫你们来，是要宣布继任的人选。掌门师兄，你会没事的。我很快就要离开人世。掌门，此乃天数。可是武当不能一日无主。苍松，掌门师兄，我武当第9代掌门苍弼传位于苍松。掌门师兄，绝不能传位于苍松啊！请掌门师兄三思。我的话就是门规。这把太极八卦剑代表掌门的地位，我把它交给你。武当上下，有谁敢阻挡你掌管武当？你就用这把剑清理门户。你要记住，不要让我失望，更不要让武当上下失望。掌门师兄，掌门师兄，师兄。
我说了。千惠子，我输了，你做出的牺牲也白费了，输掉我一生的期待，我这辈子再不能找到剑的奥秘，而在这世上，也没什么值得我留恋。道长，半个月之后，我们就要去白云山庄举办婚礼，到时请务必来。一定，显康里大喜之日，我一定来。不知两位师叔叫我来有什么事？苍松、柳生一剑犯我中原，燕北飞是魔教余孽，二人不论胜负，务必一概铲除。武当100年基业，3000弟子，全在掌门身上。苍松，你要当此大任，就要完成此事，不要辜负我的期望。掌门早在烟雨峰和其他3门派的掌门有了协定，万一他死在柳生剑下，就要利用燕北飞来对付柳生一剑。所以楚莽就利用燕夫人和他的亲情。只要柳生一剑和燕北飞一经决斗，不论胜负。好一个不论胜负，要一概铲除。掌门对你期望甚高，所以才叫你继承掌门。他知道一旦被你发现，定会进退两难，所以才会留下这封信对你小以大义。师兄的意思是，如果我要做掌门，就一定要铲除燕北飞和柳生一剑。柳生已死，而你和燕北飞的交情匪浅，如果由你突然向他出手，他一定不会防范，所以燕北飞一定难逃此劫。什么？你们要我杀燕北飞？你是武当代掌门，为武当3000弟子，你必须这么做。
所以你一定要遵从掌门的遗言，杀了燕北飞。我真没想到这一切都是掌门师兄布置的。我知道你一时之间很难接受这件事，所以让你回去考虑考虑，不要辜负了掌门和我们对你的期望。点关注不迷路。